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那进入今天恐怖怪谈之前呢，下周就过年了嘛，对不对？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对，新年快乐哈，马年行大运等等之类的。那过年的当中呢，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影片都会有，主要影片都会有，但是怪谈会停。然后呢，也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3月2号到3月12号这2周，因为我人去远征，所以呢，基本上怪谈也会停，但是影片呢也都是正常的，这一点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对，远征我现在赶片赶得很辛苦，然后因为过年要到了，过年也不想要做影片等等之类的。哈，那今天的恐怖怪谈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又发生在谁的身上呢？今天这个恐怖怪谈其实是发生在美国哈。那这个人呢，他要说什么？要怎么说呢？运气很不好，似乎住到了鬼屋旁边，然后呢，家里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可是我说坦白，在台湾有可能你也查不太出来，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隔壁是凶宅啊，你家隔壁是以前死过人或者是什么闹鬼啊等等之类，就算知道，大家马上搬走了，不是吗？好，那至于今天这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是什么样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老公尚恩和我这对新婚夫妻在2014年1月搬到维吉尼亚州韦伯市的一栋小房子，我们超兴奋，因为这是租转买的房子。我妈帮我们搬家，我们对成为屋主感到超级骄傲。这是一栋很漂亮的小型入门屋，几乎就在山脚下的树林里，位于泪水之路上。搬进去的第1周，灵异活动就开始了。我在当地一家养老院接受护理助理的训练，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准备上课，大约早上5点半，我在浴室吹头发，门开着，我把头倒过来，用手拨弄头发，吹风机乱晃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穿着老式拓荒妇女服装的人直接飘到我旁边，进到卧室，我愣住，完全搞不懂刚刚看到什么，停下动作，走进卧室，看到我老公还在睡觉，我完全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跟朋友、家人说了这件事，大多数人都笑我。告诉我妈时，她说隔壁的房子上过灵异电视节目，据说超级闹鬼。我笑笑带过了，没当回事。但我错得离谱，当时不应该那么不在乎。搬进去没多久，我们发现怀了第一个孩子哈勃。有一阵子一切都很好，有宝宝要来，我决定怀孕期间请假在家。有一天晚上，我记得老公比我先睡，我坐在客厅看电视。我们当时养了3只狗，我吹口哨叫他们从卧室出来陪我。口哨一吹，突然有人回吹了一声口哨，我马上起身去卧室看老公醒了没。他睡得死死的，我瞬间觉得有人在看我，整晚都没睡好。房子里有很多时候会听到低低的说话声，我只能说像早餐时段的餐厅，很多人同时聊天，声音没停过。我们躺在床上试着睡觉时，整晚都能听到。你晚上躺在床上还会看到影子从餐厅快速移动到客厅，那时候我们躺在床上会觉得超不安，还以为是眼睛花了，活动频率很高，但一开始不算太夸张。现在回想，看到有人从旁边走过，其实已经很极端了，但这房子里却不算什么。后来我们又怀了夏洛特，变成4口之家。老公的表弟汤马斯需要地方住，他也就搬了进来。我们跟他开玩笑说隔壁闹鬼，也告诉他我们家发生了怪事。我老公是个爱恶作剧的人，觉得买本撒旦圣经来读，来嘲笑里面的东西很好玩吧。我喜欢挑衅人或东西。有一天晚上，他决定去隔壁召唤那房子里的东西来找他。那时隔壁没有人住，通常住户撑不过几个月。他一召唤完，立刻剧烈的不舒服，跑回家在院子里吐了。
从那之后，一切急转直下。有时候你会跑到外面，看到隔壁楼上灯突然亮起，但明明没有人。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老公跟他朋友曾跑过去敲门很久，没有人回应。他们回到门廊，灯就熄了，超怪。我们回自家，过了30分钟，出去抽烟，灯又亮了。我们也常在外面看到影子，好多事一直在发生。撒旦圣经事件后，我老公和2个女儿一起睡在床上。我记得半夜醒来，感觉有人不适当的摸我，我还以为是老公。我笑着说停，睁开眼却看到他跟2个女儿都躺在他身上。我瞬间僵住，吓到动弹不得。我无法动，无法说话，什么都做不了。我记得眼泪流下来，我用尽全力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我脑袋里像在尖叫，叫老公醒来，但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最后那个摸我的东西好像放开我，我猛地坐起来哭。我被那瞬间吓坏了，从没遇过这种事。我觉得自己被侵犯了。我老公还是老样子，笑着说我在做梦，还拿这件事取笑我。接下来的事件我称为大夜晚，因为真的就是那么夸张。有一天晚上，我老公他表弟和我一起聊天，女儿们都已经睡了，我们熬夜，外面超冷。我记得出去抽烟要穿外套，呼出的气都看得到，那么冷。我们从后门廊抽烟回来，从餐厅窗户往闹鬼的那栋房子看，院子里有张水泥桌椅。令人震惊的是，在冰冷的夜晚，有3个人坐在桌边，头上还挂着一盏灯笼。一个高个男人，脸扭曲到看不清楚，穿着吊带裤，不断怪异的抖动。一个暗金发的女人和一个穿长袍或黑裙的老女人。我本来没有觉得太奇怪，但那盏灯笼就悬在半空中，没有东西吊着，而且外面冷到极点，他们却坐在那里。我大叫，老公和他表弟，他们2个也震惊到不敢相信。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跑去后门廊看，桌子旁没有人，我还以为自己疯了。我跑回屋内，他们又在那里。我去前门廊还看得到，再次跑回后门廊，他们又消失了，好像只有从我家餐厅和前门廊才能看到他们。老公的表弟汤马斯吓坏了，不敢再看，跑回客厅，怕得要死。我问他，你也看到了对不对？跟我看到的一样对吧？他说对，但我不想承认。我对坐在那里的人挥手，他们也挥了回来。我整晚频频挥手，直到凌晨4点左右，那个金发女人对我比中指。早上6点左右，他们消失了。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事，之后再也没遇到过。有一天，隔壁房子的女屋主跑过来，请我老公帮忙换门锁，因为有新人要搬进来。他过去帮忙，他接着告诉他哥哥以前住在那里，搞神秘学，很沉迷一些很重的东西。他有帕金森氏症，总是穿吊带裤。我老公马上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旁看到的男人，他又说他哥哥在楼上五芒星正中开枪，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我老公听了很不安，我们2个都发誓，那晚在桌子旁的就是他的哥哥。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年，感觉那个地方像在吸干我们的关系，让我们互相敌对，对婚姻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决定分开，我搬到南卡罗来纳州北迈尔特尔海滩，靠近我妈。离开那个房子是我们做过最好的决定。我老公后来和我和好，现在在南卡和2个女儿过得比以往都快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看串流平台，跳出了一部叫做《超自然现象》的节目，第3季第20集《魔鬼巢》。我们开始看了，震惊的发现，他们开上我们以前的路，以前的山坡，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家。然后他们把车停在隔壁车道，开始调查魔鬼巢。我老公震惊地说，这把一切都串了起来。他之前以为自己疯了，节目里有个居民说他在那里被什么东西性侵，这让一切对我来说都联系了起来。我老公那时才真正的震惊，明白我真的遇到了什么。我们2个都为现在住的那2栋房子里的人
感到难过，因为我们不觉得是房子的问题，我们觉得是那块土地有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很高兴我们搬离开那里，但我们永远会记得住在那里时那些可怕又震惊的事件。介绍完今天这一则怪谈，我必须说恐怖。对，我不知道魔鬼巢，我其实有稍微上网看了一下，其实还真的蛮有趣的这个地方。对，我必须说他们也蛮厉害的，是我觉得她的老公甚至有一点不知道拿着撒旦圣经，然后去那个闹鬼很凶的地方招灵，会不会太 over 了一点？也会不会她老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把这些灵体都引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有可能是白目吧？对，我只能这样讲。那说坦白啦，在台湾来讲，以我们东方来讲，我们基本上只要碰到说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基本上都避之唯恐不及嘛，我们也绝对不会想要靠近，除非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想要靠近。但是在欧美国家本来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时候有一些欧美人，他们反而对鬼屋反而会有很大的兴趣，甚至会跑去住什么温彻斯特那个什么别墅他们都反而会变成最后是一种观光景点，甚至闹鬼的监狱也会变成那种观光景点。这跟亚洲有很大不同，但是没有错，相同的就是在那种地方住久了，对身体等等之类的，基本上都会出现影响。这一点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样的，对吧？好，那今天的评分我大概会评到 4.5 颗星，还蛮可怕的，真的。好，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最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好，那我们就明年见，拜拜。咿呀嚓嚓。